回皇后、公主、皇太后她已崩逝。母后怎么会崩逝？她刚才还好端端的和我说话，还有精神。不会的，你再胡说，我杀了你！公主，快来救醒她！你快来救醒她！快来，公主！公主，母后，你醒醒，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，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母后，你听我说，你别担心我，我过得很好，我过得很好。母后，公主，请节哀，母后已经崩逝了。你走开！皇后，你别对我猫哭老鼠。我远嫁他方，不能侍奉母后。让母后担忧我，恨儿时，我种种不幸，一切痛苦都拜你为子父所赐。参见陛下。记得吗？是平夜。尤其当初朕登基不久，母后也刚迁到这长秋殿，姐姐送来凝神延寿的仙株香草，朕就在庭院种下平树。公主心细，而陛下虽是一国之君，也愿亲重平树，孝亲情切。母后有子女如此，是可含笑泉下，还请陛下宽怀。你不知道，姐姐总说种果树好，可朕却偏要种这平树。也不细想，一棵平树要20-30年才能结果，最后朕连一颗苹果也不能孝敬母后，急得我初登大同。母后为了朕，总是察言观色，在祖母与姑母之间好言讨情，备受嫌弃。朕总想着，等到独掌大权，逍遥无虞之时，能与她相聚在这平树下。陛下，别再自责了。怎能不自责？生前不能多陪伴，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她最关切记挂的人，朕却又照顾不周。陛下是指公主？姐姐之前独自回京，朕便觉事有蹊跷。如今汝阴侯前来奔丧，夫妻二人貌合神离，同在长安，却一个住在平阳侯府邸，一个居于汝阴侯府邸，
可见他们夫妻不睦。难道当初这婚事，朕赐错了？陛下，新婚夫妻需时疏导，才能情意相通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已经劳神，这些家事，不如让臣妾代劳吧。朕自愧对母亲、对姐姐不够细心，对众评述之事一意孤行，对姐姐之婚事不曾细问。陛下心细如臣才对。当年坚持种着评述，不正是体贴母后废墟气弱，兼有喘咳之疾吗？这评述啊，清爽养气，对废墟者甚有疗效。叶泛亮黄，看之令人如沐朝阳中，舒怀心暖。这些年来，母后总爱在这树下乘凉。尽享陛下心意。真是知朕者，莫若子夫。如能吃到苹果，固然甜在口中，但母后每每在评树下休憩，想到陛下细心之处，早已甜在心中了。此树千年茂盛，代代相传，意义深远。臣妾还记得，母后让臣妾多给卫长他们讲故事。来日，臣妾就将陛下种树的故事告诉他们，让子孙们都能知义行孝。子夫。这庭院早前开了一朵并蒂芍药，本来想邀公主与君侯来赏花散心，不料公主一直在病中。公主丧母之痛犹在，望皇后恕罪。花开并蒂是难得景象，臣与公主也遗憾未能观赏。景象确实难得，但其中情致更可贵。是，这同心、同根、同生、同福之意，的确令人向往。倘若夫妻之间也能如那花一般，便能和睦真祥，其乐融融。想必皇上和皇后便是如此。可本宫更希望天下夫妻都是如此。本宫听闻，公主回长安之后，一直未与君侯同住，只独居于平阳侯府，可有此事？公主为皇太后病逝而忧伤，欲独处自宽。臣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，便顺了她的意思。你们还是新婚，分各两处，不会挂念吗？公主亲睹母后病逝，忧伤交煎，正需要怜惜抚慰。臣有怜惜之心，可是夫妻同心，君侯理应担起为公主分忧解伤之责。君侯若能解公主愁烦，就不枉皇上对你的信任，将亲姐终身托付于你了。是臣疏忽了，毕竟是新婚，需时调和。臣会前去平阳侯府慰问，待公主情绪平复，再接她回府邸。这就好。花虽并蒂，却始终各占一面，各有经历。公主自小长于宫中，备受皇太后与皇上的呵护迁就，又独立果断。若有言语行事触犯到君侯，还望君侯多包容谅解。皇后言之有理。臣认为，既是同根同心，又怎会有嫌隙？即或有，臣亦不该计较。臣定会与公主好好相处，笑纳鸳鸯闭目。
小的一发现有异变，就将飞鸾分割开了。为什么会染病呢？小人知罪，幸好他现在已无大碍。飞鸾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如今母后崩逝，我又错嫁夫君。若连你也有什么差错，我就连这世上唯一的相知都失去了。往后的日子，酸甜苦辣，我向谁倾诉？我远嫁汝阴，不能把你带走，你我都孤苦伶仃了。但是即便苦，我们也要自强，不要让亲者痛，仇者快，知道吗？你来看飞鸾啊？皇太后仙逝，死者已矣，请公主节哀。其实宫里宫外疼惜公主的人很多，你并不孤单。听说你又要出征了。是。保重。公主也保重。见过君后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小人告退。我想见公主一面，平阳侯府不见你，便来这马场，希望能见到你。怎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君侯何出此言？你与旧日仆役在此相聚叙旧，我突然出现，是不是坏了你的喜悦之情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与卫青相约在此，我们只是在此巧遇，难道你认为是我邀他来的？不错，我正是如此认为。我这个夫君，深悔先前在如阴的时候言行莽撞，一直忖度如何与你修好，我真是枉费心思。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的和这个马奴私会。这个马场属我平阳侯府，而且是为汉室饲养战马的地方。这里出了疫病，于公于私，我前来查看，有何不当？卫青乃大汉将军，关心战马情况，更该来此料理。我们光明磊落，哪里有你这种小心眼？看的全是肮脏。世上是否真有这么多巧合？你与他是否真的光明磊落，还是有不可告人之事？事实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只相信我的双眼。我本前来为你解忧，安慰你丧偶之痛，却亲眼看见自己的妻子在难过之时，最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夫君，竟然是一个马奴！我视你如珍宝，事事以你为尊，你竟然视我如无物。看来皇后说的对，你自小受人呵护，被人迁就，根本就是娇生惯养；你独立果断，根本就是任意妄为。我对你的心，从此化作尘泥算了。哼！皇上驾到！君儿怎么样了？据太医令说是伤寒入肠，
所以才发热不退。陛下，是臣妾不好，菊儿病发之初没有好好照顾，如今菊儿定得上天眷顾，逃过此劫。你先别自责了。可太医令说，退了热，病情才有转机，否则……你几日没睡好了，先去休息吧。菊儿，由朕来照顾。臣妾不累，臣妾必定要看着孩子退热了，臣妾才能安心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你用膳后就回去休息吧。国事繁重，明日还要早朝呢。不，朕只有这一个儿子，现在病危之时，朕哪能说走就走？朕已经命人将奏章搬到这里批阅，与你一起，亲自看着孩子退热了，病情缓了，才能安心。有夫君若此，子服夫复何求？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错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气息，触袭我的回忆。做得好！你这次淮南之行，牵制了刘安，让他不敢乘时兴乱，皇太后的丧事能顺利办好，而卫青也能专心出征。这是臣分内之事，愧受陛下夸赞。今次深入淮南，可有为朕带来好消息？确有好消息。陛下顾虑刘安与齐地衡山王联合共事，原来二人关系生疏。衡山王更害怕刘安将其吞并，而开始结交宾客，以抗衡刘安。如此甚好。他们兄弟若自相残杀，我们不单免了后顾之忧，更能换取时日养精蓄锐，查出刘安的党羽，将其一网打尽。臣一回京便听闻皇子病重，现在如何了？折腾了几日，如今已经痊愈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。孩子偶有病痛，平常不过，一个个却小题大做，催促朕裁选。朕才不会听他们的唠叨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皇后求见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回来了，快请起。谢皇后。陛下，
是菊儿有事吗？没事，睡得正甜呢。那你还过来非常殿，应该好好休息。这几日你消瘦了。臣妾有要事请奏陛下。哦，什么事？菊儿这一病，让臣妾深深体会到，我大汉子嗣必须绵延昌盛，所以，请陛下接纳采选。你怎么和那些大臣一样？那日晚上，陛下说，就这么一个皇子，不能不亲自看顾，才让臣妾豁然醒悟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知道，正如方才陛下所说，众臣也正有此意。这不单是陛下家事，也是朝中政事，因此关乎汉室安稳，还请陛下三思。政事繁重，朕根本无心后宫乐乐。何况有妻如你，朕已满足，不欲他求，又何须采选？皇后，可否先听臣一言？段大哥，请说。皇上不愿采选，多少是顾及皇后的感受。皇后还是领了皇上这份情谊吧。你看，连段宏也明白朕的。陛下，臣妾承蒙陛下厚爱，但难以再为陛下添皇子，愧对宗室。陛下一再维护臣妾，只会引起群臣中的非议。非议？后宫佳丽嫔妃众多，谁能料定朕之后就再无皇子？陛下，作为国君，有责任安定民心。臣妾虽身在后宫，可天下之事并非全无所知。各路诸侯，陛下的兄弟叔伯各居封地，拥兵自重。立汉以来，诸侯作乱屡见不鲜。若汉室后嗣单薄，陛下只要龙体稍见违和，这些不轨之徒以为有机可乘，就会兴兵作乱，那就是一次生灵涂炭呐。汉室服丧期间，身为郎中令的段大哥，竟然不在长安，各种原因，子夫不便细问。但子夫所言，相信段大哥也深有领会。求陛下，让臣妾完成皇太后遗愿，让臣妾与陛下一起尽孝。下令采选。采选是皇太后遗愿。是，臣妾并无虚言，只是当时陛下刚历丧母之痛，臣妾不便言告。如今只求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纳采选之意，让汉室开枝散叶，以显孝道。望陛下亲书采选圣谕。评述下，陛下不是也难过，未能够为母后做些什么吗？好了，朕明白了。窦红，你既然在此，今日就替朕做个见证。他日吉时，这后宫嫔妃再多，朕也必不负皇后。有朕一天，子夫定长居后位。臣遵旨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平身吧。谢皇后。启禀皇后，采选经过重重筛选，已甄选出9名相貌出众、德行恭谨的良家子，请皇后观看众位才艺，做最后定夺。
诸位就各抒所长吧。扶进内殿，宣御医诊治。诺。诺。启禀皇后，我妹妹生来体弱，经常晕倒，请皇后不必为她担心。妹妹阻碍皇后甄选，民女代为赔罪。民女的舞蹈还有更精彩处，希望可以继续献舞。喝了热汤，觉得好点了吗？免礼。御医方才说你气血有损而昏厥，需要医量用膳，稍加补肾。可是，你为何如此虚弱？回皇后，民女王燕，来自洛阳穷乡，自小贫寒，难得皇上采选不论贫富，民女和姐姐才有机会选拔。你姐姐？民女的姐姐王桑，刚才她是不是跳得很好？可你们既是一家人，衣食住行应该同等共享，何以她神采飞扬，矫健灵巧，你却弱不禁风，气若游丝？姐姐自小就才貌双全，她什么都一看就懂，比起我愚笨胆小强多了。这次采选，父亲和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。我也希望她能入选，但我没什么能帮她，只能把自己的膳食都分些给姐姐，让她有力气，能自在跳舞。为了让她入选，你就饿坏自己？只要姐姐能入选，我们一家人就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弟弟也可以求学修业了。你为了家人牺牲这么多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怎么会委屈呢？能进京入皇宫，见到皇后的仪容风采，民女已经很有福分了。若姐姐能顺利入选，更是圆了家人最大的心愿。皇后，刚才民女是不是在姐姐跳得最精彩的时候打断了？求皇后不要因为我的失礼而断了姐姐的机会，求皇后再看姐姐跳一次舞吧。你放心吧，所有良家子都有表现的机会。经皇后亲见，以下良家子才德品貌俱佳，即日进宫为佳人子，于掖庭学习宫廷礼仪。江柔、薛妹、王燕、以及杨素芳，诸家人子上前谢恩。谢皇后。诸位妹妹，快起来吧。诸位能入宫候选的良家子，皆才艺出众，但能引脱而出者，仗的不单是才艺，还要论善德品行。
你们当中，有人可以为家人而受饥忍苦，也有人为了得胜而忘亲。如何取舍，本宫自有计较。愿意舍己为人，不论得失，不贪图自身利益的人，入宫之后，才能与后宫姐妹互爱共处，为天下做典范，也为汉室养育体恤百姓的子孙。愿诸位殷勤侍君，和睦互爱，为我大汉绵延子嗣，天福天喜。谨遵皇后教诲。未能入选者也不必难过，当中缘由各有不同，有错则改，无错也该明白时事不由人，以后安守本分就好。家人子进宫，落选者即日离宫。奴婢告退。奴婢告退。子夫真是心细，知道朕近日喉咙不适，特为朕准备这润肺止咳的果品。陛下日日移驾交房殿，臣妾才可一表心意。可唤是新进宫的家人子们，连陛下的咳声也未听过呢。昨日答应10亿来查看他的功课，朕怎能对自己的女儿失信呢？陛下想看的功课在此。好，让朕看看10亿的字可有长进。是责碑，看来这是你给朕的功课吧？必责之碑，有仆与和，有美一人，商如之何？责碑这篇诗，多像那些新入宫妹妹们的心声，她们日夜等待的，就是陛下。天下男子想谋夺朕的江山，天下女子想拥有朕的心，唯独子夫，朕心向你，你却将朕往外推。作为女子，子夫当然希望与夫君互相扶持，朴实绵长，男耕女织，同饮共食，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你我以外，就别无旁支。但我的夫君是帝皇，我是皇后，臣妾既分享夫君的尊荣，自当承担夫君的责任，绝不能为一己之欲而不顾汉室江山的太平昌盛。子夫啊，何况臣妾也是将心比心。当年陛下为政事远走民间，我独在掖庭苦候，秋风冬雪。那思君叛君的愁滋味，如今仍历历在目。那些妹妹们此时的心境，臣妾甚是感同身受。你只记得思君叛君之苦，可朕却记得你寿诬陷被毒害，多少次命悬一线。你不惧旧事重提，朕却怕旧事重演。这后宫啊，人多了，事也多了，那些家人子偶获宠幸，便心生骄纵，再惹来酸风度雨，到时不知你又会吞下多少委屈。不会的，昔不如今。如今臣妾是皇后了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臣妾选的家人子都纯良心善，风姿绰约，真是德容兼备。就像那王姬，还有……好，好，好。朕依你就是了。峰回路转，另开奇花。你与姐姐此番入宫，我可赠你一言。你听着，事事恭让，处处廉资，
所谓的事事公让，就是要你在采选这段日子，事事以姐姐为先，衣食住行，能给她的都让给她。就像明明饿了，也要把食物让给姐姐吃。当你一无所有之时，便是你获得所有之日。那楚楚可怜呢？一旦见到皇上，你必展示出自己娇弱楚楚之态，要有眼泪笼住地心。先生，你是要我假装？我假装不来的。我这个人笨，不会就弄痛自己，就像你方才受伤般，痛得眼泪汪汪就好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怎么哭了？奴婢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陛下的恩宠，又惊又喜，忍不住就流泪了。这是我妹妹，还有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袁叔，谢过二位厚礼。看来，你妹妹受皇上的恩宠甚隆了。以妹妹的平庸鲁钝，那也是多亏高人的指点。我早知道也向高人请教了，让我和妹妹一起。哎，莫无大事。命途际遇，性格使然，不可强求。若逆势而行，小心两败俱伤。以你这好胜好斗、嚣张外露的性情，必然招妒，后宫根本就不是你的立足之地。你保得住妹妹一直得宠，你王氏一族就能长久富贵。否则，明白了。那我以后就给妹妹当个信差，尽力协助她就好了。不知道高人这次又有什么妙计让我带回去给妹妹呢？对众人都恭让如昔，继续鲁钝怕事就好。放心，妹妹本性就如此的。那小女子就先走了。你要你的荣华富贵，我要的却是大汉皇室永无安宁之日。姐姐，参见。姐姐不要多礼。母后生计，姐姐独守于此，想必是思念母后。但逝者已矣，请姐姐节哀。姐姐，你心里若有什么郁结，可与子夫畅所直言。我不敢。姐姐，若子夫曾经冒犯，请姐姐原谅。愿借水酒一杯，让子夫向姐姐道歉。
这是我为母后准备的，请皇后恕罪。是子夫大意，还请姐姐见谅。皇后向来都细心周全，怎会大意？顶多虚情假意。姐姐，子夫确实真心希望姐姐好，但是我却因为皇后而难以安好。想当初我送你入宫，你被诬杀人，我宁愿得罪陈皇后与窦太主，我都要保护你。你中巫蛊病重，我宁与母后反目，都要带着3个小公主去见你。我待你，也算尽情尽意。公主大恩，子夫从不曾忘，只怕能尽力报答。报答？你如何报答？为你的好姐妹，为你自己可以顺利封后，为了不被指与我共揽朝廷后宫，而牺牲两情相悦的人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因此远嫁，不能侍候在母后身边，几乎不能够送终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夫妻一见嫌隙，你落井下石，挑拨我夫妻不和，这就是报答。子夫没有，难道如英侯？我这种娇生惯养、任意妄为的人，怎么配得上做皇后的至亲？如果转过头来钳制住你弟弟的话，岂不更麻烦？幸好汝阴侯这么一闹，让我得以知道皇后的这些心思。子夫全无此意，只是想调和姐姐和君侯，或是子夫当日词不达意，让汝阴侯误会。可子夫绝不曾诽谤公主，更没有逼魏卿。没有？那难道逼他放弃所爱的另有其人？你想说，是母后？子夫不想骗姐姐，但也不想违背诺言。请恕子夫不能直言。你真是聪明伶俐，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一个离世之人身上，这样就无从对证了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是欲愿上身，望姐姐能够释怀。你以怨报德，必定受到苍天的严惩。到你夫妻反目、至亲失和、孤寂一人时，我就能释怀了。朕就喜欢你这楚楚动人的眼眸，朕更喜欢你谦让纯良的心。臣参见皇后。免礼了，段大哥。我刚刚接到书简快报，以为皇上在交房殿，所以前来禀告。真不巧，皇上已移驾飞长殿。段大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并非急报，一公一私，都是喜事，而且都与易大叔有关。易叔叔，这阵子晋阳一带雨季不雨，皇上本担心会再出现旱灾，可幸之前大旱时，易大叔曾经提过山泽通气的寻水之法。难道在晋阳一带可行？已经找到几个新的水源，正陆续寻找发掘。因为皇上为此事整日忧虑苦恼，又说回来找皇后解愁，所以我收到消息就赶来了。段大哥不必介怀，身为皇后，若后宫中有人能为皇上舒心解忧，
那我也安然宽心了。皇后安然就好。那我说完公事就说私事。易大叔为皇上寄来了孩子们的谢礼，这一份是特别送给皇后的。易叔叔这段日子游走各郡，扶贫救孤，建造房屋，立蒙学，不知道有多少孤寡贫童受惠。皇后每次看到这些孩子的书画，都开心好几日呢。虽然稚嫩，但是每一笔每一画皆用心为之，道尽心意。如果皇后知道这所学社是以魏大哥的名字命名，相信会更开心。以我大哥命名？易叔叔怎么会知道我大哥之名？是我告诉他的。我知道魏大哥一直自愧没有大作为，未能光耀一家以显父母。这所学社也算是让他留名于世吧。谢谢你，段大哥。近来后宫诸事繁忙，弟弟又在外征战，难免有些忧心忡忡。知道这学社，总算有点乐事。童真无邪，往往最能宽慰人心的。对，我也许久不知道童真是何滋味了。这轻快琴音，让我想起了从前大家上山，边摘野果，边唱歌。今日见孩童书画，又知道大哥得以留名，儿时的种种又浮现出来了。希望段大哥也能早日与父亲团聚，成家立业，显父母之名。子夫以此曲相贺。撤！
不行，走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们回到汝阴，现在我城郊的山房小住，天天赏花，看看日出日落，观星月云雾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我要上山！别往前挤！干什么？喂，前面何事？为何关闭城门？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由现在起封锁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可知，这车上坐的是何人？堂堂汝阴侯与平阳公主，你也敢阻拦？你是奉谁的命？奉皇上的命。自从做了皇上身边的侍中，果然不同。公主，皇上可有说过，连他的姐姐也不能出城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还请公主赎罪。臣实在不能为公主和君侯开门，因为大将军刚刚被刺客行刺。皇上有旨，闭门封城，捉拿刺客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城。如有违令者，斩。所以大将军伤势如何？请恕臣不便多言。公主还是请回吧。不要推搪，快说，大将军伤势如何？有无性命之忧？大将军遇刺关乎国事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消息，否则罪同叛国论处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如此老实督众，看来伤得应该不轻。去大将军府，听到没有？我说去大将军府。谁敢拦本公主？参见平阳公主，夫人下令闭门谢客。全给我让开！公主，公主，大将军确实不见客呀。公主，参见公主。我要见大将军。大将军真的能？参见公主。公主请留步。敢问公主，可是奉旨而来？大将军遇刺，我前来探问，何须圣旨？既无圣谕，大将军不见客。公主请回。我是卫青的雇佣，亦是雇主，与他还是君臣相称。难道他连我都不肯见？还是伤势严重的不能见人？沈家不便多言，请公主见谅。皇宫禁苑都无人敢阻拦我，就凭你？可此乃大将军府，我是大将军夫人，公主请回。喜娘，是，你是如何管教女儿的？尊卑不分，欺辱雇主，忘恩负义。公主岂可？还不快为本公主引路！公主，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冲动无助于卫青，公主请自重。相信公主与我一样，都非常担心卫青伤势，但请公主稍安勿躁。嘉儿，卫青现在伤势如何？回皇后，大将军情况不可外泄。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并非外人。难道连生死都不能说吗？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沈家出身卑微，从未敢望公主提携，更不会故意刁难公主。但这却是皇命。我要见他，看他是否安好。公主，汝阴侯夫人请自重。公主既为人妻，硬闯大将军府，
登堂入室，非要见卫青不可，叫人如何看待公主？本公主胸怀坦荡，关心为大汉出生入死的大将军，难道还要顾虑那些无知妇孺的狭隘目光？即使公主不顾自己的境遇，难道也不维护大将军的名声吗？公主对臣下的关心，即使本宫能体谅，沈家能理解，这堂中的众人不敢多言。那汝阴侯呢？本宫方才进来，见汝阴侯的马车尚在府外等候。这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目睹公主抛下丈夫走进大将军府，又叫汝阴侯情何以堪？汝阴侯夫人，请放心，卫青自有大将军夫人的照顾，若有消息，定当报知。汝阴侯夫人，请回。恭送公主。石总管在。送客。诺。有请夫人。代为问候大将军，打扰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皇后啊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否则今日都不知怎么请公主走。女儿啊，没想到你的架势可以挡得住公主啊！哎，你的手抖得比我的腿还厉害啊！带我去见卫青。哦。对对对，我刚去求神保佑你们夫妻俩，怎料一进家门，你就告诉我卫青受伤了，到底伤得有多重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母亲啊，你留在此，我先陪皇后进去，你替我挡住来客。卫青受伤，王侯百官肯定也想来谈，下人恐怕拦不住。喜娘，你是太夫人，皇后放心，女儿放心。虽然公主我挡不住，但是其他人，只要有我喜娘在。谁也休想踏进大将军府。你们也在此等候。诺。卫青自出门和段大哥练剑，就一直不曾回府。传出他受伤消息后，我只是受命守府挡客，却一直无人来传他的消息。我得知卫青受伤时，皇上在议事，我无处可问，就赶过来。却没有了解事情始末。你也是关心卫青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，伤得严不严重，有没有性命之忧啊？你别担心，我即刻回宫，向皇上问明白。陛下放心，臣都安排妥当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，谢陛下。外面是否一切顺利？朕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侍卫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刺客。如今全城戒备，人心惶惶，官民都在议论你是生是死。先前在长安城中形迹可疑的淮南客旅，果然在一日之间消失无踪。看来我们的估计没有错，他们是在为刘安通风报信，以刺杀卫青。想必他们如今已经逃回淮南，争相报命。只要他们的目标不是陛下，臣就安心了。刘安这只老狐狸，不敢刺杀朕，就谋害我们的甘城大将。他若是得逞，下一步恐怕就是挥军长安了。幸亏陛下英明，早料到边疆战事刚过，我军两手兵乏，刘安必定会趁危偷袭我们，提前布置了守城防兵，才能发现那些淮南客旅。也要你们故意放出卫青单独到城郊的消息，才能有机会引出刺客。其实朕知道你们二人准备以身诱敌，也不无担忧。毕竟敌暗我明，你们又以寡敌众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谢陛下为臣劳心。此计虽然会有风险，但我们也是早有防备。其实，风过留痕，雁过留声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早在臣等鼓掌之中。
何况臣早就以甲护身，即使故意被擒，因刺客攻击，也会安然无恙。而且在刺客发现我有护甲时，还有段大哥会杀了他。我是怕他露出诧异之色，会被逃走的其他刺客发现。那些刺客味觉不妥，不知我们故意放生他们，更不知我以假解蒙混，见任务已了，便慌忙逃逸。不行！但我还是抱住卫青，高呼其名。卫青！相信那刺客已将我受伤的喜讯带给刘安了。刘安以为可以刺杀我军主帅，乱我军心，朕就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陛下，臣已在淮南通往长安的险要之道布置了新兵。一旦段大哥带来刘安起兵的消息，臣就领兵伏击，以少胜多，以逸待劳。有了你们的周全计划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委屈你，暂住这密室中，为朕筹谋。只要陛下有用得到臣的地方，臣万死不辞。要向你的家人隐瞒，让他们担心了。但此事重大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除了此处的这3人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诺。可陛下，皇后与卫青素来姐弟情深，皇后知道卫青遇刺伤重，必心急如焚。陛下圣安。免礼。来，皇后过来陪朕喝酒。诺。臣妾还以为朝事繁忙，想不到陛下有如此兴致。秋意渐深，朕煮了菊花酒，刚想叫子夫过来共尝，你就来了。其实臣妾早前来过，只是陛下在议事，知道朝中有紧急之事，不敢打扰。今日确实朝事忙，烦恼多，难得今日可以舒舒气。子夫就陪朕喝几杯吧。看来朝中烦恼之事已经事过境迁，并无大碍。酒味如何？菊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果然是好。酿造美酒，讲究稻粱制优，酿取得时，吹煮洁净，还要水泉香醇，器皿精良，火候恰当，这几样缺一不可。可朕认为，这6物之外，尚有一点，就是安心静候。6物具备，就要将之封存，静待酝酿成酒。若执意在中途解封揭盖，那就会泄了酒香，坏了美事。既然陛下不欲接着酒中奥秘，却任由外间风言物语迭起，相信必有深意。酿酒繁琐复杂，但愿朕的子夫不用操心，只要心安意舒，静待好酒酿成，与朕一起品尝其中意趣。臣妾先谢陛下赐酒。既然陛下想听风赏物，臣妾也盼尽一份力。就让臣妾率领后宫众人素服斋戒，出城到高祖庙祭告，以助那风急雾浓，愿美酒早成。不愧是朕的子夫。夫人，夫君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
虽然姐姐叫我不用担心，安心在府中党课，可是一天没有见到你，我的心就是放不下。放心，放心吧，我们现在不就是相见了吗？其实我也对你放心不下。别哭，啊，别哭了。这次还好有姐姐说情，才能让你我见这一面。其实姐姐早就猜到，你和皇上是故意散播消息，她就带着嫔妃出城祭祖，让长安城内外都以为你危在旦夕。这次真要多谢谢姐姐，但更要感谢你。这段时间里，既要照顾家里老小，又要为我党课。只要夫君安好，做什么佳儿都愿意。我知道，公主曾经到大将军府，公主恃强，你又一直视她为恩人，与她相持，受委屈了吧？公主与夫君交情深厚，得知夫君重伤，她必定焦急，却又不得见，难免担忧。幸好有姐姐及时出现，帮我解围。与佳儿成婚后，每次我陷入危机，紧要关头，我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姐姐，我的3个孩子，还有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我至亲的妻子。听到夫君这番话，佳儿很开心，只盼望夫君以后能够诸事不相瞒，只盼着片刻的相依能够永远就好了。真希望我可以早日平定内忧外患，一家团聚。既然是生死之亲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。等夫君回来，只要夫君能够平平安安，就算折佳儿的寿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。到时候我就可以天天为你漫舞，无忧无虑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够了！不要再碰你师姐的遗物了。人家可是奉了你的命令来打理师姐的毒物。回长安这段日子，你也不来看看。虽然我知道你怕触景伤情，可放着师姐这么多好东西不管，岂不浪费了她多年的心血？你这可算是对不起她呀！收了我的钱就替我办事，惹我不高兴，你就滚！若是坏了大事，你就死！哼！哟，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自当尽全力。你放心，我用药的本事与师姐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双剑合璧，自当横行无忌。我才不要什么横行无忌！那你要这药来又有何用啊？给我的棋子吃的。已经用上酸枣仁、龙齿、合欢皮这些药材了。王姬的经悸多梦、虚烦不眠之症还不见起色。皇后，梦魇乃心念所系，若要根治，还要知道王姬所忧所怕、所梦为何事啊？本宫也多番问他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心中所忧，更不知所梦为何物。真是令人忧心。皇上驾到！
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你先退下吧。诺，臣告退。约好了，朕今日与儿女们画马勺，朕可没有失约哦。多谢陛下百忙之中记挂此事。答应过你的事，朕怎么能忘呢？怎么你好像很疲惫？这阵子要劳心的事情不少吧？刚才是太医令报告众妃的健康，没什么吧？每月循例上告也没什么，只是王姬近来总是梦魇缠身，半夜惊醒不能入眠，即使用药也没见什么起色。她看上去纤纤弱身，倒也需要多加注意。陛下要前去一探吗？朕也好一阵子没有去看她了。去也好，那你就先准备画马勺的用具，朕很快回来。诺。王姬，你怎么了？皇上驾到！王姬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你终于来看奴婢了。如果你再不来，可能就见不到奴婢了。这是什么傻话？奴婢让妖魔缠上了，怕过不了几日，奴婢就要命丧黄泉了。朕是天子，这里是朕的皇宫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要退避。别怕啊，朕来了，朕保护你。谢陛下。告诉朕，你到底梦见什么了？或许你只是日有所思，犹疑生梦。说出来，朕为你分解。奴婢实在不知为何，这阵子一睡觉，便梦见有一只怪兽一直追赶着自己。什么怪兽？怪兽又壮又大，奴婢从来都没见过，实在是说不出来。那你就试着描绘出来，给朕看，朕替你琢磨处置。这个就是怪兽的耳朵，它就不停地追赶着奴婢。奴婢回头时，就见着耳朵的模样。来，接着画。陛下，取笑奴婢。朕不是笑你，朕是开心。奴婢每天被这怪兽追赶着，陛下还这么开心？这哪是怪兽啊，这就是熊啊！熊会吃人的。你呀，不管它会不会吃人，只管为朕生个白白胖胖的皇子就好了。大人瞻之，为熊为皮，男子之相。梦熊意味着要生儿子。朕只有一个皇子，你若真能为朕再添一个，那朕就封你这个糊里糊涂的王姬为夫人。陛下，昨晚等了朕很久了，是朕失约了。后宫姐妹众多，
陛下不能总流连臣妾这里，雨露均沾，也是臣妾一直所期盼的。如果有眼泪，可以让朕看见；如果有委屈，可以向朕倾诉。臣妾并无委屈，陛下不来，自有陛下的原因。臣妾也好自娱自处，清闲静心。这马勺，应是你由心而作，用色暗沉，心中也一定是暗沉无功。你是朕的妻子，你若难过，不让朕知，让谁知？今日种种，臣妾请陛下裁选时早已料到。皇后的责任，延绵后嗣的期盼，对其他嫔妃的感同身受，也一直不曾忘记。可原来，道理再明，气度再好，也抑制不了心中酸意。但朕作为你的夫君，朕倒喜欢看着你为朕吃醋。你要记住，不管今后如何，你在朕心中的地位永远不变。如今普天之下都在议论，以为卫青遇刺已伤重而死，只是朕不敢发丧。淮南那边已经整装待发，一切按我们筹算而行。卫青已经布好了3道防线。第一道就是城高要道，刘安与衡山王不和，出兵必然绕过衡山王封地，那城高就是必经之路。但城高要道宽阔，刘安不难杀出，所以还有第2道防线，就是小罕。此处深险异常，乃天险所在。臣的密探来报，刘安多番与崤山以东各郡国联系，看来刘安是想以小罕作为据点，借兵力与天险突袭长安。卫青虽然在密室之中，却早已派亲信驻守小罕里外。此地关隘坚固，易守难攻。我军早着先机，伏兵于此，就可以将刘安全军覆没。好一个卫青！此次布阵看似守，实为攻。我们就以逸待劳，瓮中捉鳖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的侍中雷贝跪于未央宫外求见陛下。此人乃刘安亲信，此时来长安，千万不要坏朕的大事。陛下，臣雷贝急奔长安，只为忠心效力陛下，不能坐视淮南王刘安图谋作反，悖逆无道，特前来禀告，望陛下挥兵征讨。淮南王在封地一直安分守己，爱民之名远播。你一个小小的郎中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若无凭证，便是诽谤亲王。臣并无诽谤，淮南王屯兵已久，伺机而为。早前大将军遇袭被刺，就是淮南王指使，旨在令汉军无帅，军心不稳呐。你当朕是昏君吗？没料到这一切，不会预先埋下伏兵吗？陛下恕罪，罪民只是弃暗投明心切，才急于相告。但有一事，陛下恐怕不知，其实刘安早在陛下身边埋下细作，而那人正是郎中令段宏。你是在说我吗？陛下，段宏与刘安多次私会，透露陛下政策与布防，让刘安早做防备。来人，在！拿下！走！陛下，段宏背叛陛下，与刘安合谋，我只是坦言相告，为什么要抓我呀？那我也可以坦然相告，我与刘安种种交往，都是受于皇命。何况你自己不就是悖逆君王吗？有何资格指控于我？不错，雷贝，今日你可以背叛刘安投靠朕，他日也可能叛逆朕投靠旁人。如此朝秦暮楚之人，我大汉岂如草履？更何况拜你所赐。
朕的计策功亏一篑。什么？你真以为刘安的阴谋举动朕不察不知吗？段宏叛变是假，卫青遇刺虽真，受伤却是假。一切只是诱兵之计。我们早已设下埋伏，只等刘安起兵，便一举歼灭。可你带着刘安的秘密出逃到此，刘安一定会顾及你的告发。你以为刘安还会出兵吗？雷贝，你坏朕大事，罪该万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你去淮南，雷贝一来，刘安定会按兵不动，而且日后行事会更加谨慎，也有更多时间屯兵勾结。对大汉来说，更是心腹大患。如若外敌在侵，刘安有取得机会起兵，我们就会首尾失据，防不胜防啊！目前汉军未及整顿，难以挥军远征淮南，而且刘安外有贤名，又无谋反实据，即使汉军能去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些朕当然明白，但就算卫青领兵，都未敢保证能胜过淮南精兵。正因不能力敌，所以只能智取。臣去一方面可以细查与他合谋的郡国诸侯、朝臣百官，让陛下早做防备；又可以钳制他用兵，让陛下立于不败之地。此计若能成事，固然是上策，但段大哥，你不带一兵一卒，万一不能取信于刘安，只身一人，就算你武功再好，又怎可抵挡千军万马？朕实在不想失去臂膀。雷贝既然告发臣与刘安勾结，那陛下将臣降职，以示不信，臣或能博取刘安信任。以臣与刘安几次交往，他是求贤若渴的，以臣之能，他不舍得杀我。你可知稍有差错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那臣就托陛下庇护，得那一线生机。